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英伟达股价在2024年11月6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英伟达股价在11月5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137.45，收盘价是139.91，在盘中最高价是在140.37，最低价是在137.33。那在盘中，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3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又重新站上了各条均线值，并且也站上了前一日 K 线的最高量。当日的成交量是 1.61 亿股，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0.85 倍量缩。KD 值快线的方向我们会看到转折向上，双线是趋于合拢。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出现了反转向上。MACD 快线的方向向水平方向发生转折，双线是继续下行，趋于合拢。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略短的红柱。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股价在继续多头趋势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当日的这根 K 线是生成的这根 K 线它是一根实体中绿 K 线。那么它是一根上涨的 K 线，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的反弹中。那么我们会看到当日的这根 K 线，它是一个大幅的高开盘。开盘即站上了5日均线值，然后在盘中股价是一路震荡上行，突破了20日均线值和10日均线值，当然也突破了前高。最后呢，收盘价是收在了当日 K 线最高的附近。那股价呢，在当日是出现了反弹。那这是一个继续上涨的信号，也就是说，股高开盘之后，股价一根 K 线呢，股价的收盘价既站上了前高，也重新站上了各条均线值。对，那么在日后我们认为应该是要有一根补量上攻的 K 线。但是如果没有补量上攻呢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回档，因为我们还会关注到当日虽然出现了一个反转向上，但是成交量是量缩，出现这样的价涨量缩通常股价是要回档的。但是目前各项指标又都指向上，所以说我们刚刚说，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，如果没有如果有多头力量进入，会出现补量上攻，然后当然目标现在一定是要站上这根红 K 的最高是在143附近。对，那么当然如果没有多头力量的进入呢，我们认为股价是很容易出现回档的走势的。对。好，同时我们说，目前支撑股价上行的还有一个指标，就是我们在之前的视频当中说过，出现这根红 K 之后只要没有新低的出现，然后出现反弹，只要突破它的最高，那么股价会有继续上行的走势。我们会看到这根 K 线的收盘价也突破了这根红 K 的最高，也就是138，完成了这样的一个突破，所以这个指标也预示着股价会有继续上行的走势。好，那么这是我们对K 线信息的解读，然后我们再来看后续股价的走势。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11月5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，股价会出现继续下行，收盘价会在134.5附近。另外一个可能，我们预测股价会出现反弹，收盘价会在138附近。那么虽然我们预测的实际在11月5日收盘价是在139.91，
是出现了反弹。那至于我们预测的反弹，虽然在收盘价的点位上相差较大，走势也不同，但是呢，性质是基本相同的，也就是股价都重新站上了20日均线值，当然也重新站上了5日均线值。那这是股价这是股价继续反弹的一个重要标志。对，当然方向也是基本相同的。好，那么在11月5日，股价是出现了反弹，所以接下来我们先来看日后股价的上行。那么对于11月6日和之后的交易日，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仍然是英伟达股价历史的最高144.42。那么在到达它之前，目前的一个压力位就是在140这个位置，也就是这根蜻蜓线的最高。然后呢，还有一个位置就是143，那这两个位置将成为股价上行的目标，就是压力。那我们会看到140啊，实际上这根反弹的 K 线，它的最高也是在140附近。所以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啊，我们说如果没有多头力量的进入，在这个地方也是容易做头的。对，好，那么股价日后如果能够突破这两个压力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是很容易去到达144.42的这个位置。如果被站上，将会出现英伟达股价的历史新高，那么股价会继续沿着这样的一个多头趋势上行。那么继续上行的目标，我们给的是150整数关口。那实际上只要是在144.42上方啊，每一个点位都是英伟达股价的目标。好，这是股价的上行。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下行。股价下行目前连续3个交易日出现反弹，并且呢最后一根绿 K 是完成了向上突破，也就是站上了138这个位置。所以说股价目前下行的第一个目标是10月31日这根 K 线的最低是在132，我们上移这条水平线到132。好，那么这个位置将是也是目前股价的前低。那股价下行要到达132这个位置啊，目前5日均线值将是一个支撑。那么还有一个位置就是这根小绿 K 线的最低在134.5这个位置。那这个位置是股价在到达132之前的一个支撑。那如果132被跌破呢，我们会看到上方有头低，下方再有底低，那么将会确认一个短期的空头趋势，股价会继续下行。那继续下行的目标我们认为仍然是129。我们从下方调一颗水平线上来。好，这是第2个目标。这个位置啊，仅仅是一个我们认为仅仅是支撑位。当然，在115也是支撑位。股价建立空头趋势，真正的目标应该是101这个位置。对，好，也就是瓦解这一波涨幅。那么我们会看到股价在第一个目标是132，那第2个目标呢是129。第3个目标就是下方的115。好，这是我们说的日后股价的上行和下行。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在11月6日盘中我们要关注的位置。之前我们给的观察位啊，是这根止涨信号 K 线的最低是在135.5这个位置。那么在11月5日，股价一直是在它的上方运行，因此是收在了高位。那到了11月6日呢，观察位我们要给的位置是140。对，我们上移这条水平线到140。
140啊，其实我们取的是一个整数，实际上我们指的是这根蜻蜓线的最高，它的最高是在140.33，对。好，那么我们暂且取140，在11月6日，股价如果能够在140上方运行，我们认为股价会继续出现反弹的走势。但是如果是在它的下方运行呢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很有可能会出现回档，或者至少会在这个地方进行横盘。好，这是我们关注140的理由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那目前呢，这根在11月5日收盘价是在139.91，股价出现了反弹，然后呢，收盘价站上了前高，也重新站上了各条均线值，但是呢，不足之处就是成交量缩。所以在这个位置，在技术上我们是不可以进场做多，或者说是抢反弹的。好，这是我们说的多头。我们再来看空头，空头目前要守的位置就是这根绿 K 的最高是140.37，一直到144.42，在这个区域都是空头要守的位置。那么他们的目标现在就是132和下方的129。好，这是技术上的操作建议。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11月6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那如果各位网友方便，请能否在屏幕下方按下点赞按钮，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，谢谢大家。好，那股价上行的第一个压力上方就是143，我们取的是这根红 K 的最高。然后第二个压力位是144.42，第三个压力位我们给出的是150整数关口。下方首先到来的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，是从138到139之间。第二个支撑呢，当然这个区间也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，也在这个地方。那第二个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，是从136到137。第三个支撑呢是135.5，是这根红 K 的最低。那第四个支撑呢就是132。好，这是我们说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，我们给出11月6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出现下行，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是低开盘，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139.5这个位置，下方最低会到达135.5，然后收盘价会收在136附近。出现这样下行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低开盘，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139.5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下行。好，另外一个可能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一个小幅的反弹。如果是这样呢，它将是高开盘，或者是很小幅的低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139，最高上方会到达142，收盘价会收在141附近。对，那么它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139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反弹。好，那以上是我们对英伟达股价在2024年11月6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，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，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，谢谢大家。